丝瓜到底怎样炒才不发黄不发黑呢？其实你和大厨只差这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阿鹏。丝瓜很多人都吃过，但是为什么你炒出来的丝瓜总是出水又发黑呢？而且做出来口感软绵绵的，一点都不好吃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丝瓜超级好吃又清淡的家常菜，而且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。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条新鲜的丝瓜，我今天选用的是这种带棱角的丝瓜，这2条丝瓜花了我2块3毛钱。这种丝瓜我们该怎样去进行挑选呢？我们可以用左手按压一下丝瓜的尾部，如果用手轻轻的按压下去，丝瓜稍微的有点硬，带一点点 Q 弹，那么这条丝瓜就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按压下去，这丝瓜是比较硬的，而且没有什么弹性的，那就代表这丝瓜里面长籽了。长了丝瓜籽，那就代表这丝瓜已经长老了。这个就是非常实用的挑选丝瓜的小技巧。大家如果平常经常去买菜的话，一定要收藏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拿出刮皮器，把丝瓜的棱角打掉。在烹饪这种丝瓜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个丝瓜皮不要将它全部的削掉了，我们只需要把丝瓜的棱角去掉就可以了。如果将丝瓜的外皮全部都削掉的话，那么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软绵绵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我们在削皮的时候把丝瓜的外皮留上一点点，那么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比较爽脆的。最后把丝瓜全部打去棱角，削皮成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将丝瓜打去了棱角之后，我们用水将它清洗一下，把丝瓜残留的外皮用手给它搓洗一下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丝瓜已经是清洗的非常的干净了。接下来将丝瓜进行改刀处理，把丝瓜的头和尾切去不要。接下来再把丝瓜切成滚刀块，在切丝瓜的时候尽量的把它切的大小均匀一点，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丝瓜的均匀成熟。这种丝瓜营养丰富，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好。今天我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现在可以看得到我的丝瓜是挺嫩的，如果是长老了，那么丝瓜的尾部就会长出丝瓜籽了，那样的就会非常的影响口感。把丝瓜切成滚刀块了以后，将它装进碗中备用。这时候再准备一小把新鲜的海鲜菇，将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再把它的根部切去一点点不要。紧接着再把它对半切开，1分为2。切好了之后，将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粒去了皮的大蒜籽，先把大蒜的头部切去不要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。大蒜可以多准备几个，那样的话它的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。片切好了之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我们尽量的把蒜末切得稍微小一点点。把它全部切好了之后，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2颗小葱，把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将葱白切下来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葱花切好了之后，把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然后碗中放少许的枸杞，直接的用冷水把它浸泡起来。枸杞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做这道菜的时候添加少许的枸杞下去，营养更加的丰富。这时候我们再准备一个小碗，先来调制一个料汁，碗中加少许的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，不爱吃鸡精的可以不放，少许的白糖提鲜，最后来上些许的蚝油，生粉再来上一点点，最后加一勺清水进来，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，让里面的所有调味料充分的化开。我们用手将它不停的去搅拌，
直到里面的调味料完全的融为一体。将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，起锅烧水，锅中下少许盐，增加底味，再放少许的食用油进来。放油的目的可以让焯水出来的蔬菜更加的翠绿，然后用锅铲把它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食盐充分的化开。等到水彻底的烧开了以后，我们先把海鲜菇放进锅中焯一下水。海鲜菇它是属于蘑菇的一种，它本身的话会自带一些杂味，所以焯水的话可以将海鲜菇里面的杂味去掉。把海鲜菇简单的焯水30秒之后，再把切好的丝瓜放进来。丝瓜下锅以后，用锅铲把它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每一块丝瓜均匀的受热成熟。丝瓜下锅以后，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，以免造成丝瓜过熟。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将它焯水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将丝瓜焯水30秒后，我们将它控水捞出来备用。接下来重新起锅，下少许的食用油进来。油热之后，把切好的小料、葱和蒜放进锅中，用小火慢慢的煸炒，用小火煸炒出香味。把小料炒香以后，再把焯过水的丝瓜重新的回锅，用大火把它快速的翻炒几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我们先把丝瓜简单的翻炒几下之后，再把刚刚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然后立刻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，以避免里面的淀粉结成一块。把它翻炒几下，将它翻炒均匀，让里面的所有的食材充分的入味。最后在出锅之前，把刚刚泡好的枸杞放进来，枸杞不能太早下，我们只需要到最后的时候再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。最后将它简单的翻炒均匀就差不多了。哇，这一道素菜真的是好香啊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最关键的是它清淡又有营养。最后将它盛出来，出锅装盘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就这样一道非常好吃、做法还简单的家常菜——丝瓜炒海鲜菇就已经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，它的口感非常的鲜嫩，而且它的外皮带点爽脆的口感，和海鲜菇搭配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而且最关键的是清淡又不油腻，营养还非常的丰富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一道菜，可以双击评论收藏起来，下次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点我的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家常菜做法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